上周六的12月12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中国嫦娥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进入了月地转移轨道。嫦娥5号携带2000颗月壤，正在返回地球的途中。美国人持续瞩目中国嫦娥5号的探月之旅。美国媒体详细报道了这一次的新消息，并再次强调了他们希望中国向全球各国分享月壤的观点。美国人为何再次强调中国会分享月壤？报道称，中国已经建立了实验室，等待嫦娥5号取回的月壤，将会对这些月壤进行分析，以供对月球成长的历史以及太阳系的物体历史做出深刻见解。中国将在2022年开始建立月球空间站和月球基地，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太空任务见证了中国在航空技术上的进步。美国再一次强调，美国和苏联此前带回来了数百公斤的月壤，并同全球其他国家进行了分享。中国有望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月壤样品。此前有不少分析指出，中国嫦娥5号首次为中国带回2000颗月壤，后续将会有更多，并会在月球上建立基地，这是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同各国分享月壤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否会与美国宇航局分享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从未同中国分享过他们的太空探索的成果。面对美国人的呼吁，是否同美国人分享月壤，在中国社交媒体虽然讨论较为激烈，但是中国官方尚未做出任何回复。中国人都懒得搭理美国了。不过，稍早前，中国官方公开表示了对俄罗斯、欧洲各机构和科学家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嫦娥5号的探月之旅的祝福。所有人都发现，中国并没有感谢美国的机构或科学家，这似乎显示中国人都懒得搭理他们了。嫦娥5号即将返回地球，着陆点预定在内蒙古地区，但不少中国人已经将目光从嫦娥5号转移到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中国火星探测器正在去往火星的路上，火星距离地球是比月球到地球的距离远了数百上千倍，需要的时间更多。中国的火星探测器为什么先发射，却后比美国的探测器抵达火星？中国在2020年7月23日发射了天问1号探测器，计划在2021年3月抵达火星轨道，在对火星进行近距离观测2到3个月之后，5月抵达火星。2020年发射了火星探测器的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美国人在2020年7月30日发射了他们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计划是2021年2月抵达火星。细心的或许会发现，美国人的毅力号比中国的天问1号要发射晚1周时间，但是要早到火星几个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中国火星跑得慢吗？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火星探测还是月球探测，美国人都是资深玩家，地球上在该领域最领先的国家。天问1号严格意义上说是中国第一次火星探测。此前的2011年，中国萤火1号火星探测器搭载在俄罗斯的火箭上发射，因俄罗斯方面技术问题导致任务失败。在探测火星方面，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手，对飞往火星轨道的设计以及对火星的特性都需要经过摸索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虽然中国科学家已经在地球上对天问1号可能遇到的任何状况都进行了模拟测试，并取得了成功，但是真正飞往火星，实现绕、落、巡3大任务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这也是中国天问1号为什么比美国的毅力号先发射，但是后抵达火星的原因。相比较美国拥有丰富的火星探测经验，他们熟门熟路，后发先到，也算是正常现象。美国人从不与我们分享，凭什么我们要同美国分享？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太空探索技术分享的问题。美国人从来不会向中国分享他们在探测火星或是月球的技术和成果，因此中国不管是探月还是探测火星，都是实实在在的从零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为什么要同美国人分享月壤以及登月数据？有些人说，当年美国赠送了中国1颗月壤，也算是向中国分享了，的确是这样。不过，美国取回了几百公斤月壤，只分享了这个1颗月壤，是全球分享月壤最少的国家。且当初美国人为什么同中国分享月壤，还不是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吗？且这1颗月壤也是美国人登月很多年以后分享给中国的。现在，美国不仅在所有尖端科技领域对中国全面封锁，还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这样的背景之下，完全没有必要同美国人谈这个分享问题了。为什么美军造舰计划吓坏了美国人自己？美国军事媒体突破防护以标题“造舰计划要求1万美元的支出”，这令人惊讶。军事专家保罗的文章，该文章报道了美军新的造舰计划，并指出该计划的矛盾和缺陷如此显而易见。报道所指的造舰计划是指未来30年美国海军为打造舰队的规划。不过，这个规划在美国国内存在广泛争议。特朗普要求快速打造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以弥补美国海军现有舰艇的不足。据报道，美国海军现有290艘军舰，新的国防计划对美国
国海军的造舰做出了大规模的变更。原来计划在2021年到2025年的5年间建造44艘军舰，耗资1020亿美元。新的造舰计划规划2022年到2026年的5年间，美国海军应该建造82艘新军舰，投入资金1470亿美元，这比之前的费用增加了450亿美元，军舰增加了38艘。但是美国军事专家指出，看起来很美好，但是没有可能实现这样的造舰计划。很显然，美国人现在已经被刺激的有点疯狂。资金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最新的国防预算有7405亿美元，目前已经提交到特朗普的案头等待签字，但是能够划拨到船厂建造军舰的仅是其中一部分。美军花钱的地方太多，购入的新武器装备除了海军，还有空军以及陆军。新成立的太空军也是耗费资金的大户，7405亿美元的大蛋糕，真正能够切给船厂建造军舰的很难控制。再者，美国船厂永远是一个无底洞。作为美国最为先进且黑暗的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是一个吸金黑洞。福特级航母由诺斯罗普格鲁曼设计，并由其控制的船厂建造。一开始的计划费用为56亿美元，其中32亿为开发新技术，24亿为建造航母船体。但是实际上，2017年交付给美国海军时，这艘航母花费了129亿美元。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交付给海军的是一艘尚不能使用的福特号航母，其电磁系统还需要经过大规模的改进，以至于要到2024年才能形成战斗力。截至2020年，花费在福特号航母上的费用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诺斯罗普特鲁曼还留给美国海军一个无底洞，那就是该航母的厕所系统有严重的设计问题，导致每次清洗一次要耗费40万美元。美国最高审计局的报告，福特号航母整个生命周期将会花费数百亿美元。的确，新的造舰计划让美国军事专家受到了惊吓，一个空洞的无法实现的口号，对美国海军的发展没有益处。但是很显然，美国人现在已经被刺激的有点疯狂。是谁刺激了美国海军？除了中国，还有谁？查看全球各国海军的造舰计划，除了中国，还很难找出第二个国家。根据统计，2019年，中国船厂为海军建造了26艘军舰下水，总排水量高达20万吨以上，其中包括了最先进的055型驱逐舰2艘、075型两栖登陆舰1艘和8艘052D 型驱逐舰。如果美国海军能够在5年内获得82艘军舰，意味着美军的造舰速度将会超过中国速度。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海军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的军舰中有3艘福特级航母，总排水量高达30万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造舰计划能够落实，美国海军在未来5年海军建造军舰的数量与这个不相上下，总吨位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海军。这一切看起来很美，但是1470亿美元建造82艘军舰，每艘军舰18亿美元的费用，却不具备任何竞争力。据社交媒体分析，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一艘的建造成本为8亿美金左右，这是一艘拥有12000吨排水量的大型战舰，比055型驱逐舰小得多的阿利伯克3级驱逐舰每艘造价接近20亿美元。为了打仗，平均一位美国人支出40万人民币。从国人角度看，美国海军使劲造舰不是坏事儿，反正美国人不缺钱，穷兵黩武我们是乐见的。如果说美国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安全，大批造舰尚可理解，但是美国海军不顾现实增加舰队规模，只是为了侵略和干涉他国，这样的海军舰队早点崩溃也不是坏事儿。美国人这样的穷兵黩武，毫无疑问会加速这个国家的崩溃。就如此前一个著名的问答：为什么美国现在的基础设施这么差？答案是美国人将钱用在了研发购买先进武器，然后去侵略国家去了。过去数十年，这样的钱美国花了差不多20万亿美元。仅911之后到2019年，据可以查核数据，美国人花费在战争上用了6.4万亿美元。当然，这不包括在美国的国防预算，加上每年的国防预算，至少增加10几万亿美元。这些战争花费的钱，平均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一人超过6万美元，折算就是40万人民币左右。如此看来，美国人怎么能不受惊吓？